女人只是清洗了一下拖布，下一秒双手却鲜血直流。没想到一次受伤的经历，竟让这个家庭主妇发现一个巨大商机，直接用手拧干拖布，很容易被其中藏匿的碎渣伤害，不仅危险还特别恶心。要是清洗过程不用手接触，就能有效避免使用者受到伤害，肯定能得到家庭主妇的青睐。于是乔伊抢过女儿的画册，疯狂地构思自己的想法，画了一张又一张，却始终没有合适的解决方案。直到他拿起女儿的布娃娃，看到头发打结的方式，瞬间就让乔伊灵感迸发。她将棉线缠绕在闺蜜手上，紧接着连接上伸缩杆，就这样，第一条可旋转脱水的魔术拖把雏形诞生。但要想进行批量生产，还必须投入大量的资金支持。于是父亲帮忙找来投资人，乔伊大大夸赞着产品的优势，不但方便还很安全，而且91米的全棉线，吸水性也秒杀市面上的拖把。富婆非常认可乔伊的聪明才智，可一旁的姐姐却插嘴，她认为父亲的修车厂一直都是自己在打理，而乔伊完全没有做买卖的头脑，这个现成的生意应该交给自己来做。富婆打断二人，问了乔伊一个重要的问题：你和你的商业竞争对手在同一房间，而桌上有一把枪，二人中只有一个能活，但你已经拿到了我的投资，你会选择干掉竞争对手吗？乔伊认为这问题很诡异，但富婆却说 There is nothing strange about this question at all. This is money. Do you pick up the gun? I pick up the gun. 乔伊的回答令富婆很满意，二人就此一拍即合。可是富婆的律师查到，在香港有人申请了类似的专利，对方有一个德州的代理人，为了避免发生侵权被告，乔伊得向其支付专利保护费。好在代理人在加州有一个合作的制造工厂，他们能以低廉的价格拿到零件。于是乔伊招了一批家庭主妇，耐心地教他们组装，众人如火如荼地工作着。乔伊开始实现自己的价值，父亲也为女儿感到自豪。可就在这时，工厂那边却传来坏消息，乔伊定制的零件模板，他们足足做了4次才成功，而这部分的损失全被算到了他的头上。可乔伊哪那么容易被拿捏，失误明明就是工厂造成，于是他果断地回绝了对方，并警告所有人都不准付这笔钱。现在最要紧的是如何把产品销售出去。乔伊找到杂货店主合作，可老板却表示店里的货架被大公司买断了，他想要在这里出售，得先和大公司达成合作。然而对方却认为20块的拖把质量太好，无利可图。Again, I'd rather they keep buying our mops at $5 50 times, 100 times. 不仅回绝了乔伊，还嘲讽他作为家庭主妇就应该老实在家相夫教子。不过这并没有打击到乔伊的信心，他转头又来到商场门口，向路过的人推荐自己的拖把，可始终没人愿意停下来看。见没有任何效果，他索性直接扔掉拖把，换上闺蜜来进行推销，而自己假扮路人与闺蜜表演。 You could ring it without getting your hands dirty. I don't think so. Come on, try it. The mop of the future. Touch the mop head after I get done cleaning the bathroom floor. I always think that's disgusting, you know? 天衣无缝的演绎过后，一旁的路人纷纷被效果惊呆，可下一秒身后来了警察，本来有意向购买的路人全被吓跑，工具还被警察给没收。乔伊失落地回到家，可迎接他的却是一大堆糟心的事，不仅收到了催收账单，连孩子也开始生病发烧。现在的生活和事业已经乱成了一锅粥，他不停地抱怨命运不公。可这时门铃突然响起，前夫带着好消息来帮助乔伊。原来白天的一切都被路过的前夫看在眼里，他认识一个零售商朋友，尼尔正在尝试做电视购物，在那时还是非常新兴的购物方式。在前夫的搭线下，尼尔给了乔伊5分钟时间介绍自己的产品。虽然拖把在乔伊手里方便自如，但当完全不做家务的大叔亲自上手体验，却直接嘲讽这很鸡肋。于是尼尔也回绝了乔伊，他还认为塑料拖把质量不行，可乔伊却反驳自己本是个家庭主妇，每天都有打扫卫生的需要，塑料的材质在女人手里不会太重。 Because it is better than anything else out there. Please give me a chance. 于是他将乔伊带到一个纯白的屋子，亲眼看到地上的污渍被去除。尼尔被深深折服，让他回去准备5万把，并承诺给他开一场购物直播。随后尼尔把他带到了后台，这里有4、5个不同场景的舞台，台上正有明星在推销，只是简单介绍了一下手中的项链，接线员的电话直接被打爆，一瞬间就完成了上万笔订单。接着又让明星接通粉丝的来电，销量蹭蹭的往上涨。这番操作直接把乔伊惊呆在原地，他把这个消息带回去，可之前的都还没卖出去一把，富婆如今不肯承担全部风险，要求乔伊出资一半，可让他一下子掏出10万美金，乔伊只能选择抵押房子孤注一掷。而正是这个决定，差点让他输得血本无归。众人期待已久，终于等到直播开始，可是这个所谓的销冠竟没有一点做家务的经验，完全不会使用拖把，果然一单也没卖出去。此刻的乔伊在电视机前彻底陷入了绝望，这下5万把拖把全砸在手里。尼尔来电表示抱歉，但他把问题推到了产品身上，根据合同可以赔付1/3的货款。父亲建议立刻申请破产，把损失降到最低。然而乔伊怎肯接受这样的结果？隔天他冲进了尼尔的公司，要求再重新开一场直播。不过这次要让乔伊亲自登台推销，没有人比他更了解自己的拖把。尼尔坚持表示，只能让明星和推销员上台卖货。
Who showed you the mop? Who sold it to you? Who taught you how to use it? And who convinced you that it was great after you thought it was worthless? 尼尔被怼得愣在原地，征得其他股东意见，同意了他上台的请求。他们把乔伊打扮成了都市丽人，可他却觉得不妥，坚持要换成原本的模样。尼尔尊重了他的想法，带着他进入直播间，随着舞台缓缓旋转，在聚光灯的照耀下，此刻的乔伊紧张到了极点，完全不知道该说什么。而台下的尼尔后悔不已，整场直播都被乔伊给毁了。可就在大家都不知所措的时候，一个观众来电打破了僵局。Would love a mop that I don't have to touch when I wring it. My hands get raw when I mop broken glass. 听到这个声音，乔伊瞬间就露出了笑容。她知道这是闺蜜的来电救场，立马顺势切入主题，开始滔滔不绝地讲起拖把。随后，乔伊将糖浆挤到地板上，再加上一些婴儿的流食。这款和普通拖把有很大的区别，清洗拖布完全不会沾手，而且全棉线布头吸水性极强，只涮一次能拖干净整个房间。此时台下的订购电话全响起来了，仅仅过了5分钟，订单数已经直逼3万。乔伊的直播状态也越来越好，当他说出拖布头还可以拆卸下来扔到洗衣机里清洗，一瞬间观众们又开始疯狂下单。看着即将爆单的数字屏，乔伊根本不敢相信，仅仅10分钟就把货卖完。尼尔不可思议地看着乔伊，他亲眼见证了一颗冉冉升起的商界新星，从此与乔伊达成了紧密的联系。往后的直播也愈发的成熟，每次卖货的效果也都很不错。正当他事业直线上升时，却得知供应商不断的将配件涨价。不过父亲已经嘱咐姐姐处理这事，谁料姐姐竟然同意了对方涨价，并且支付了最初模板损耗的费用。乔伊非常反感姐姐的做法，但自己也无可奈何，只能亲自飞去加州工厂处理。老板始终不愿让步，竟直接摊牌不接受的话，可以去打官司。乔伊费尽口舌，还是无法动摇老板的态度，于是来到厕所缓口气，却无意中发现一道隐藏的暗门。他跟随着一路过去，竟意外的来到生产车间，桌上陈列的正是自己的配件，而一旁的专利图纸竟是工厂所有。下一秒，老板发现了乔伊，随后反咬一口报警将他驱逐。富婆的律师调查清楚了真相，原来当初给香港人专利保护费时，所有零部件和模具都归在他们的专利里了，即使这些都是乔伊的设计，现在也没法起诉他们。如今要么申请破产，要么与工厂打官司，不过大概率都会败诉。而且在此期间，乔伊也没权利再卖该款产品，他自然不愿放弃努力这么久的成果。可是现在已经由不得他，富婆已经下定决心撤资，想尽可能的挽回损失。就连父亲也后悔一直以来对女儿的支持，不该给乔伊信心，让他拥有了不切实际的幻想。在二人的逼迫下，乔伊只能无奈地签下破产文件。这一刻，乔伊彻底崩溃。Stupid idea! Mommy, don't cheer them, no! 众人离开房间，留他独自静静，看着自己的努力毁于一旦。乔伊不甘心就这样算了，于是来到镜子前，坚定地剪掉自己的长发，决心彻底告别曾经那个懦弱的乔伊。他把自己关在房间，没日没夜地研究专利的文件，终于查出了专利出错的始作俑者。随后乔伊便约见了对方，来者正是专利所有者的代理人。乔伊与香港的专利所有者通过电话，得知对方完全不知道自己支付了5万的专利保护费，显然被眼前的代理人私吞，并且乔伊发现二人的专利根本没有相似之处，香港人甚至没有制作过一把拖把。听到乔伊指控他私吞公款和欺诈，男人瞬间就怂了，说着要退还乔伊5万专利费，并且再多赔偿2万。可乔伊显然并不满足，于是男人咬牙开始加钱。 I'll give you 50,000 on top of paying you back the 50 plus interest. 男人心痛地签下赔偿文书，乔伊漂漂亮亮地打下这场胜仗。从此他的事业发展一发不可收拾，先后申请了多项赚钱的专利，成为了商界的传奇女强人。因为自己淋过雨，乔伊总会为他人撑起一把伞，出资帮助每一个有才华有想法的普通人完成自己发明创造的梦想。